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光茶馆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光临这里，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订阅和支持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故事精彩，不妨点个赞，或者请我喝一杯茶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，是一段充满家庭矛盾、情感挣扎与深刻自我救赎的故事。话说，生活就像一杯茶，苦涩中带着些许甘甜，而有时候，这苦涩也并非没有它的道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今天的故事就从一个突如其来的车祸开始说起。故事的主角叫李小瑶，她可是医院里响当当的人物，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手术专家，经她手腕救回来的生命不计其数，在那白色的医疗世界里备受尊崇。然而谁能想到，她的婚姻生活却仿若深陷泥沼，黑暗无边。她的丈夫陈宇简直就是她生命中的噩梦之源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家庭暴力男，打骂于他而言早已如同家常便饭。小瑶又怎会不知自己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？可在爱与自尊的拔河赛中，她却彷徨犹豫了太久太久。那些曾经的甜蜜回忆，就像一根根纤细却坚韧的丝线，将她死死缠住，难以挣脱。那个夜晚，城市的霓虹闪烁，街头巷尾依旧弥漫着烟火气息。小瑶忙完了医院里一台高强度的手术，身心俱疲，只想寻一处静谧之地，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松快松快。于是她来到了自己经营了3年的时光茶馆，在角落里寻了个位子，静静地品着茶，放空思绪，任茶香袅袅萦绕身旁。就在这时，突兀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来电显示，瞬间心猛地一沉，手指不自觉地微微颤抖起来。喂，他极力稳住自己的声音，可那微微的颤音还是泄露了内心的慌乱。电话那头，医院急救中心的声音急促而紧迫：“李医生，陈宇发生了车祸，目前已经进入了昏迷状态，情况万分危急，脑部受到严重损伤，我们急需您回来处理。”小瑶只觉心跳陡然加速，仿若有一面大鼓在胸腔里疯狂擂动。他没有立刻起身奔赴医院，而是呆愣了片刻，目光缓缓移到手机屏幕上，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冷笑，继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果不其然啊，命运这双翻云覆雨手，总是在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狠狠拨弄一番。他划开手机屏幕，打开微信，一条来自公婆的信息映入眼帘：“瑶瑶，陈宇出了车祸，情况凶险极了，你赶紧回来，眼下你可是他唯一能依靠的人。”小瑶的眼眶瞬间有些湿润，往昔那些不堪回首的画面如潮水般汹涌袭来。她想起怀孕时身体本就笨重不适，满心期待着新生命降临能给这个家带来些许温暖。可陈宇呢，却在一次激烈争吵中用力推搡她，她重重摔倒在地。那一刻，腹部的剧痛与心底的绝望交织，让她几乎晕厥。此后孕期里类似的伤害更是频频发生，每一次拳脚相加，都像是在他心上划一道口子。他还曾恶狠狠地咒骂：“你就是一件装饰品，给我乖乖听话，做好我的附属品就行。”每当他鼓起勇气质问他为何如此残忍，他总是一脸鄙夷的冷笑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跟我讲条件？”可如今，这个恶魔般的男人却毫无生气地躺在病床上，生命垂危。公婆，小瑶轻声叹了口气，她心里门清。这时候公婆肯定会苦苦哀求自己：“你们要是能把陈宇的病治好，我或许能原谅你们儿子过往的所作所为。”撂下这句话，她像是给自己吃了颗定心丸，有了决定。她并未急着赶往医院，而是选择继续留在茶馆，这里承载了她太多的慰藉与梦想。喝茶讲故事是他在那片黑暗婚姻泥沼之外为自己开辟的一小方净土，他怎甘心就这么轻易地被过去那段痛苦婚姻再度束缚？然而命运好似铁了心要将他往绝路上逼，不肯轻易放过他。晚上10点半，陈瑜的父母心急如焚地赶到了茶馆。陈瑜的父亲一进门，那身笔挺西装都遮掩不住周身散发的焦急与慌乱。他平日里在商场上雷厉风行，气场强大，此刻脸上却爬满了愁容，皱纹仿佛都深了几分。陈宇的母亲体态丰满，平日里看着气质温柔，此刻却脚步踉跄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慈悲，
更多的却是急迫。瑶瑶，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眼下只有你能救他。陈宇的父亲走上前，声音都不自觉地带着几分颤抖。往日的威严荡然无存，满满的都是恳求，我救不了他。小瑶神色平静，仿若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，不起丝毫波澜。瑶瑶，求你了，要是陈宇有个三长两短，咱们这一家子这辈子都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啊。陈宇的母亲眼眶通红，泪水簌簌而落。她上前一步，紧紧拉住小瑶的手，泣不成声，只要你肯救他，你要什么我们都给，哪怕倾家荡产。小瑶缓缓站起身，目光冷峻地扫过他们，心中毫无同情怜悯之意。她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公婆这会儿心急如焚，说到底不过是担心家里的颜面受损。这些年，在陈宇一次次对他施暴时，他们何曾站出来为他说过一句话？更多时候竟是默许了儿子的暴行。那冷漠的眼神就像一把把利刃，将他的心刺得千疮百孔。他们从未瞧见他为了这个家默默咽下的委屈，默默承受的伤痛，而如今却只因陈宇的生命受到威胁，才这般低三下四的来求他给我一切。小瑶嘴角上扬，扯出一抹讥讽的笑，目光瞬间锋利如刀。你们纵容他家暴我整整10年，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又该怎么算？难道你们以为我会为了一个从未给过我半分温柔、一丝尊重的男人去拼命救他？陈宇的父亲面色骤变，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耳光，涨红了脸，急忙辩解：瑶瑶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家里以前是做的不对，可他毕竟是你的丈夫，夫妻本是同林鸟，你真就忍心看着他死？小瑶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眼神里的寒意仿若能冰封一切，死不死？可不是我能说了算的。他顿了顿，语气愈发冰冷，话锋一转，再者说，我又不是什么大慈大悲的救世主，要我救他，行啊，把家产都转到我名下，这才算你们有诚意。我的良心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来做交易的。陈宇的母亲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愣愣地看着小瑶，眼神里满是惊愕、愧疚与复杂难辨的情绪。她张了张嘴，喉咙却像被堵住了，愣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她心里清楚，儿媳妇这话虽说难听，却句句扎心，直击要害。这些年自己确实从未站在小瑶的角度考虑过一星半点，任由儿子胡作非为，如今报应来了，又有什么资格求人家以德报怨？空气仿佛都凝固了，茶馆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死寂。良久，陈宇的父亲像是终于缓过神来，他咬了咬牙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李小瑶，你别太过分，这可是我陈家的产业，凭什么要拱手让给你？你别忘了，你嫁进陈家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享了这么多年福，如今丈夫有难，你却在这儿趁火打劫，你还有没有点良心？陈宇的父亲怒目圆睁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平日里的涵养在这一刻消失殆尽。小瑶听闻却只是淡然一笑，那笑容里饱含着无尽的悲凉与看透一切的沧桑。享福，陈伯父，您可真会睁眼说瞎话。这10年我过的什么日子，您心里不清楚。我每天在医院累得像条狗，回到家还得面对陈宇的拳脚相向，稍有不顺他意就是一顿毒打。我怀孕的时候，他差点把我和孩子都害死，这些您都选择性失忆了。您现在跟我谈良心，您的良心又何在？当初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向您求助时，您是怎么说的？您说夫妻间床头吵架床尾和，让我多忍忍，别把事儿闹大。现在呢，您倒指责起我来了。小瑶越说越激动，眼眶泛红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倔强的不肯落下。陈宇的母亲见状，心中一阵酸涩，她想要开口缓和气氛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她知道老头子这话确实伤人，可如今儿子生死未卜，她满心焦急，只盼着小瑶能松口救人，其他的都顾不上了。瑶瑶，咱们都先别冲动，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陈宇他还躺在医院等你救命呢。咱们一家人有什么恩怨，不能等他好了再说。你就看在多年夫妻的份上，救救他吧。陈宇的母亲近乎哀求地看着小瑶，声音颤抖得厉害。一家人？小瑶冷哼一声，这么多年，你们什么时候把我当过一家人？在你们眼里，我不过是个传宗接代，
任你们儿子打骂的工具罢了。现在他快不行了，想起我这个工具的用处了，晚了。小瑶情绪彻底失控，积压多年的委屈、愤怒如火山喷发般汹涌而出。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陈宇的父亲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猛地一拍桌子，桌上的茶具被震得哐当作响，茶水四溅。小瑶却毫不畏惧，挺直了脊梁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：我逼死你们！这些年是你们陈家把我往绝路上逼，我为这个家付出了一切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一身的伤，是破碎的心，还有你们的冷眼旁观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想要我救陈宇，要么把家产给我，要么就别在这儿浪费我的时间。此时的茶馆仿若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，亲情的纽带在激烈的冲突中被拉扯得几近断裂。陈宇的父母面面相觑，眼中满是绝望与无助。他们从未料到，平日里逆来顺受的小瑶一旦爆发，竟如此决绝，如此势不可挡。一番激烈的争吵后，茶馆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小瑶瘫坐在椅子上，泪水终于夺眶而出，顺着脸颊肆意流淌。他的心好似被撕裂成无数碎片，疼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多年的隐忍委屈在这一刻宣泄而出，可他却并未感到丝毫畅快，只有无尽的疲惫与悲哀。良久，小瑶缓缓抬起手，擦去脸上的泪水。他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下了某种决心。最终，他还是决定起身前往医院。毕竟，身为医生，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，哪怕这个病人是他恨之入骨的丈夫，他也无法眼睁睁看着生命在自己眼前消逝。可当他推开手术室的门，看到陈宇那毫无血色、苍白如纸的脸，他的心依旧没有丝毫软化。他面无表情地从旁边拿起手机，佯装查看信息，仿佛眼前这生死攸关的场景与他毫无干系。医院里，医生们围绕着手术台，紧张地讨论着手术方案。陈宇的脑部受损严重，几乎完全死亡，各项生命体征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。医护人员们私下里都摇头叹气，觉得他能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而小瑶坐在手术台旁，目光呆滞地盯着手机屏幕，指尖机械地滑动着，对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恍若未觉。就在这时，陈宇的父母和医院的高层听闻消息匆匆赶来，他们神色慌张地站在手术室外，透过那扇紧闭的门，焦急地张望着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。而小瑶依旧淡定地坐在手术台边，仿若一座冰冷的雕塑，对门外的喧嚣置若罔闻。你就这样看着他死去？陈宇的母亲透过门缝，泪眼婆娑地望着小瑶，声音带着哭腔，满是绝望与悲愤。他从未给过我一丝温暖，我又何必为他去冒这个险？小瑶抬起头，眼神空洞地看向门外的公婆，语气冰冷得不带一丝温度。我能为他做的已经都做了，你们要救他，去找你们的儿子，或者等天意吧。随着手术的开始，手术室里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息，医疗器械的滴答声，医生们简短有力的指令声交织在一起，而小瑶机械地配合着手术流程，心却仿佛游离在这一切之外。他知道这一次不管手术结果如何，他都终于可以真正放下了。这场长达10年的噩梦是时候醒了。手术室外，陈宇的父母相互搀扶着，身体颤抖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他们望着那扇紧闭的门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此刻，他们或许才真正意识到，这些年对小瑶的亏欠是无论如何都弥补不了的。几个小时后，手术灯熄灭，医生们疲惫地走出手术室。陈宇的父母迫不及待地迎上前，眼神中满是希冀与恐惧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陈宇的父亲颤抖着声音问道。医生摘下口罩，微微摇头，叹了口气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病人伤势太重。回天乏术。陈宇的母亲听闻，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在地，哭声撕心裂肺。我的儿啊！陈宇的父亲也眼眶泛红，老泪纵横，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，仿佛瞬间苍老了10几岁。小瑶走出手术室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心中没有预想中的畅快，只有深深的悲哀。他知道这场家庭悲剧没有赢家，他迈着沉重的步伐，缓缓走过悲痛欲绝的公婆身边，轻声说道：
对不起，这一声道歉，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，也是对这破碎家庭的告别。离开医院后，小瑶独自走在街头，黎明的曙光渐渐穿透云层，洒在她身上，却驱不散她心底的阴霾。她望着远方，眼神逐渐坚定，未来的路还很长。她知道自己要带着满身的伤痛，一步一步，重新找回那个被遗忘许久的自己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，亲爱的朋友们。生活中，咱们常常会陷入一些看似无解的困境，被千丝万缕的情感纠葛束缚，难以抉择。但请记住，唯有勇敢地走出自己的阴影，才能邂逅真正的曙光。也许有些人、有些事，并不值得我们倾尽所有去挽救，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不再为别人无谓地牺牲自己。好了，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。要是你也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点赞、留言或打赏哦。我是丽姐，咱们下次再见。